尹锡悦卖国求和，日本露出真面目，打算修改课本，给国内小学生洗脑。尹锡悦或成韩国罪人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前段时间，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强征劳工赔偿事件，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这也成为了尹锡悦不到1年的执政生涯中的著名外交事件。不过，这个著名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因为这被韩国民众评为外交史上的最大污点。长期以来，日韩两国就因为历史因素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。但随着美国的不断撮合，尹锡悦政府开始向日本示好，更是不顾国内的反对，在二战劳工赔偿的问题上创造一种新的赔偿方式，用自己的钱赔偿自己，让原本应该出血的日本企业在这件事情中隐身了。可以说，尹锡悦将韩国手中的主动权亲手交给了日本。毕竟代偿就是在放弃索赔，等于说韩国自己撤回了强征劳工的诉讼请求。但这种让步换不来对方的尊重，也换不来对方的悔改，只会让日本更加不知足。近期传出日本要修改小学教科书的消息，主要涉及2个问题：强征韩籍劳工以及独岛主权。将强制一词改为较为缓和的让其参与，并将描述独岛的日本领土换为强硬的日本固有领土。很明显，日本在淡化强征劳工的历史，还在强调自己对独岛的主权，试图用文字游戏在教科书上描绘出一幅更有利于日本的历史画作。当然，这一消息引起了韩国方面的强烈抗议。韩国外交部发声声明，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用真诚的态度对历史问题进行反省以及谢罪，并强调独岛一直以来都是韩国的固有领土，不能接受日本对独岛的描述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，对下一代的教育负责。不知道这个时候尹锡悦有什么想法？在韩国低头后，日本毫无感激之情，反而露出了真实面目。开始修改课本，给国内小学生洗脑，想借此篡改历史，让韩国的低头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了。那尹锡悦究竟为什么宁愿违背民众的想法，也要与日本和好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韩国遇到的困境了。虽然说韩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完全丧失自主权，但也很难不跟随美国的脚步。例如，美国对华芯片打压计划，韩国因为不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，在贸易逆差的泥潭中待了超过1年的时间。尹锡悦卖国求和事件中也少不了美国的施压，这说明尹锡悦已经坚定地站在了美国的身后。至于尹锡悦愿意为美国做到哪一步，就要看韩国之后的决定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争议领土是非常敏感的话题，就像潘多拉的盒子，不知道触碰后会有什么后果。对尹锡悦来说，跟随美国这件事情似乎正将他推向深渊，只要走错一步，就会成为韩国的千古罪人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